情况非常困扰。当我一到凌晨3、4点时，我的眼睛就不停地睁开，无论多么疲惫，都无法入睡。当谈到睡眠时，王大爷的脸上总是充满了忧虑。自从退休后，王大爷的睡眠问题变得非常严重，持续了几年。他的儿子小王曾问过他父亲失眠的原因，并试图帮助他调整睡眠，但似乎都没有太大效果。现在65岁的王大爷越来越感到焦虑，甚至开始服用褪黑素等调节生物钟的药物。然而，每当他躺下时，脑海中的思绪开始纷乱，担心自己无法入睡。这也导致第二天白天他的精力不足，生活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。生命如此短暂，谁能想到一个良好的睡眠竟然变成了一项奢侈？终于，在小王再次听到父亲在凌晨3、4点在客厅叹息后，他下定决心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他带着父亲去了一家中医院，一位资深中医对王大爷进行了询问，终于了解到了王大爷失眠的根本原因。医生问道：您退休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？退休后的生活作息正常吗？晚上入睡前您通常做些什么？失眠发生后，身体是否有其他不适症状？王大爷坦诚地告诉医生，在退休后，他经常熬夜玩麻将，为了保持清醒，他甚至多次喝咖啡。医生解释说，王大爷的心火旺盛，而肾精亏损，长期熬夜和过度喝咖啡对他的肾精造成了严重伤害。王大爷终于明白，之前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对身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这是否意味着失眠患者的情况都与此相似呢？失眠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，长期的失眠会引发身体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？哪些人容易失眠？睡眠对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至关重要，因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。如果睡眠系统出现问题，将导致白天感到极度疲倦，晚上则可能难以入睡，特别是在凌晨3、4点时，这就是入睡困难的发作。身体感到精疲力尽，头脑清醒，强迫入睡反而会让人感到更加疲惫。一些人会选择中医或西医进行调理。我们从中医的解说中也看到过治疗顽固失眠的案例，他们有相似点，却也不同。失眠的症状主要有以下这些：躺在床上后就开始习惯性的担心失眠问题，并且伴随翻来覆去；睡眠较浅，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状态，并且在凌晨3、4点醒来后根本无法再次入睡；对光源、声音非常敏感，容易被外界刺激到。长期失眠带来的精神衰弱，夜晚梦多，主要是噩梦，睡醒之后并不能恢复精神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睡眠质量都不一样，老年人面临着身体机能的衰退，以及年龄渐长带来的焦虑，这类人成为失眠的高发人群。慢性病痛的折磨也是诱发老年人长期失眠的原因，加上情绪与心理无处倾诉。根据调查，有近 50% 的老年人饱受失眠折磨。第二类容易失眠的人群就是女性。女性有着天生的敏感以及在社会无法得到的认同感，加上孕期、更年期的激素水平失调，睡眠质量急剧下降，身体不适感也更强烈。第三类人群是处于高压环境以及睡眠环境不佳的人群，这些人普遍心理压力较大，对于环境比较敏感，并且适应能力差。最后一类就是睡前习惯较差的人，他们会在睡前饮用咖啡、茶、奶茶等容易兴奋的饮料，或者在睡前就刷短视频，一刷就停不下来。总是半夜惊醒，要小心这些疾病。中国睡眠研究协会的数据表明，中国失眠群体已经达到了3亿多人，有将近 39% 的成年人深受失眠的痛苦。如果你经常在半夜惊醒，深度睡眠时常常时间达不到2小时，生理疲劳无法缓解，那么你的身体和大脑都会受到很大影响。总在凌晨惊醒，可能暗示你的身体正有以下这些疾病：心脏病。如果你不仅会在后半夜惊醒，还有心慌、心悸以及胸部疼痛的呼吸困难的症状，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，可能是长时间失眠带来的心脏和冠状动脉疾病，要去医院查一下血糖、血压、血脂问题，一定要警惕起来，心脏病的问题不容忽视。抑郁症。
如果你和你的家人经常睡不住，或者每天醒得很早，一天都很疲累，那就要重视一下情绪问题了。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，在早期并不会有太多症状，但后期会让病人陷入一种怀疑与悲伤的负面情绪中，早期不重视，后期则要花费更多精力来调节抑郁。3. 慢性肺部疾病。人在进入睡眠状态后，多个器官也进入休息状态。肺部器官通常在3点到5点进行自我修复，长时间这个时间段不进入睡眠状态，肺部无法修补定，会造成比如慢性支气管炎、哮喘以及肺部阻塞性疾病等。肺部功能异常和换气问题会导致大脑缺氧，人体整个的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干扰。3. 医生直言，这4处有问题。对于凌晨惊醒后再也睡不住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中医建议去查查身体，你身体结构可能出现堵塞了。1. 肝火旺盛，阴阳失衡，入睡困难，凌晨惊醒难以再次睡着，这些都是身体情绪波动过大的象征。频繁多次在后半夜2点、3点醒来是肝经堵塞的原因。肝火旺盛，头晕眼花等等症状都会导致精神不振、眼神浮肿、牙龈出血。肝气生发太过，肝气无法发散，肝血不足，体内阴虚过多，时间长了就是肝火旺盛的损因。体内阴阳水平失衡以及激素情况变化，就是导致无法入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肝气对于人体十分重要。2. 脾胃不和，饮食失调，夜晚失眠多梦，常伴随着胃口不好，饭后消化有问题，面色萎黄，口唇发白，醒来之后较长时间都无法清醒，但也无法入睡。这种睡眠不好的情况主要是脾胃失和，摄入的食物比例失调，消化不好，生出湿气滞留在体内。夜宵吃得过于油腻、过饱，肠胃无法消化，造成夜晚睡眠问题严重。可要注意了，晚上你还敢炸鸡烧烤配啤酒吗？3. 肺气亏虚，肝气不足。肝部是人体内疏泄、藏血的器官，日常生活中有头晕耳鸣、腰酸背痛的症状，大多是肝部气血凝滞，肝气虚弱，十分影响睡眠。肝气虚弱影响睡眠情况，并且一旦在后半夜醒来就睡不住了。中医中一直认为凌晨3、4点是肝和肺的时间，长期肺部有问题会造成人体胸闷、咳嗽、呼噜，肺气亏虚，令人无法安睡。肺气和肝气的亏损，同时也会影响气血的运行，体内精血无法运行到全身，人体自然会失眠咳嗽。4. 心肾不交，肾阴亏损。医生友情提示，造成心悸失眠、健忘多梦的另一原因就是心火过旺，心阴不足，偏阴肾亏。身体有这些问题的人会经常疲劳无力，并且口舌处多生疮，气血无法流转全身，心理压力会大。失眠问题有很多原因，既有外部原因，也有内部原因。无论是哪种情，请重视，一定要辨证施治。不同症状用药和剂量都不同，一定不可乱用药。4. 如何缓解这些症状？有病就要治，千万不能讳疾忌医。即便睡眠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调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调节，睡个安稳的好觉。1. 做好睡眠之前的准备工作。晚上睡觉前洗个热水澡，通过全身热水淋浴来打开皮肤毛孔，神清气爽，让神经系统也能全面放松。床品尽量选择柔软弹性较好的，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。换一套舒适的睡衣，播放舒缓的音乐都是有效的方法。可以选择阅读一本书，读书可以让人心情平静，大脑也会慢慢进入休息的状态，并且阅读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压方式。研究调查，睡前环境舒适的人精神压力可以降低 68%， 让你的压力得到有效释放。2. 睡前不要饮用咖啡、奶茶。现代社会，外卖行业便利，许多人在加班过后会顺路购买一杯咖啡，或者在家中吃完晚饭后订购一杯奶茶。虽然咖啡和奶茶是很好喝的饮品，但睡前饮用却实在是个坏习惯，因为咖啡、茶中含有的成分都是会刺激神经细胞的物质。为了防止失眠或者睡着后很容易惊醒，睡前最好不要喝含有以上物质的饮料。
可以用牛奶来代替。3. 热水泡脚，排除干扰。热水泡脚可以帮助缓解一天的疲劳，在泡脚过程中，可以用泡脚桶的穴位按摩功能，或者自己手动进行穴位刺激，让身体完全放松下来。同时，在泡脚时，可以根据医生建议，在水中加入艾草、花椒或者生姜等，帮助排除湿气。睡眠障碍是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个问题，你是否也曾因为精神紧张、情绪波动、药物成瘾的原因而无法睡眠？亦或是因为环境改变、慢性疾病等外部因素出现睡眠问题，造成整日的辗转难眠？其实失眠也并不是无可救药的。我们如果遇到较严重的失眠问题，在调节外部环境无果的情况下，要及时到医院就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同时也一定要注意长时间睡眠障碍会带来的身体疾病，根据个人情况，医院会针对性治疗。现在最普遍的方法就是中医调理，分类型分情况配药，一般均能彻底解决失眠问题。另外，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同样重要。